在富士发布 GF 30毫米 f5.6 一轴镜头后，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支镜头用在1亿像素的富士 GF X100 机身，能挑战罗敦士的 HR32 和 1.5 亿像素的飞思 IQ4150 数码后背吗？这两套系统镜头焦距接近，像素物理尺寸一样，都是 3.76 微米。这意味着同样机位拍摄的照片，虽然视角不同，富士 30TS 约合135画幅24毫米广角，罗敦士的 HR32 约合135画幅21毫米广角，但100%查看时，两者截像的大小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有了肩并肩对比的可能。非常感谢我的3位朋友张勇、艾青、郭坤，他们应邀而至，带来了富士 GF30TS、富士 GFX100 二代机身、罗敦士的 HR32 和飞思 IQ4150 数码后背。没有他们的热情参与，我就不可能完成这个测试，也就没有这支影片。再次向他们致谢。接下来，让我们一步步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吧。两者都速拍，并且移轴到极限。罗敦士的 HR32 受飞思 XT 机身的限制，只能移轴12毫米。富士 30TS 用足15毫米移轴量，这样基本能展现这两只镜头真实的边角画质。我们总共拍了6个场景的对比图，每个场景都用5.6、8、11 3档光圈各拍一张。其中4个数构图的场景都移轴到了极限。富士的最低 ISO 是80，飞思的最低 ISO 是50，所以两者的快门并不一致。色彩，初看两者的 RAW 文件，初始色彩差别很大，统一用 Capture One 做自动白平衡，差别缩小了。再点选同一处中性灰区域，差别进一步缩小。总的来说，富士对植物叶子的表现偏青绿，而飞思有点偏黄。另外这个场景 HR32 因为没有做 LCC， 所以建筑顶部有明显的暗角和偏色，这个现象可以通过拍白板做 LCC 解决，也是数码后背用户为了追求极限画质必须额外付出的时间代价。畸变，这两只镜头在极限移轴时都有比较明显的畸变。富士 30TS 是筒形畸变，罗敦士的 HR32 是整形畸变。幸运的是 Capture One 软件都能完美矫正。这里可以看到富士 30TS 的移轴量和移轴方向，这是富士厂家的功劳，它实时记录这些数据并写进 RAW 文件。我们只需把畸变修正滑块拉到100，畸变就消除了。再看罗敦士的 HR32， 同样拜飞思 XT 机身所赐， RAW 文件已经记录了它的移轴量和移轴方向。不同的是 Capture One 已经自动把畸变修正滑块设到了100，我们把它拉回0，就能看到 HR32 的真实畸变。Capture One 内置了罗敦士的主流 HR 镜头的矫正文件，用飞思 XT 以外的机身时 RAW 文件不会内置移轴数据，严谨的建筑摄影师在拍摄阶段需要人工记录每张照片的移轴方向和移轴幅度，在后期输入 Capture One 实现畸变矫正。最佳光圈，接下来我们找出这两只镜头的最佳光圈。这是富士 30TS， 首先 F11 可以排除。接着排除 F5.6，
可见 F8 是最佳光圈。这是罗敦斯的 HR32。F11也可以排除。F5.6 可以排除，它的最佳光圈也是 F8。第二个场景，结论一致。到了富士挑战罗敦斯德的时刻，现在我们把这6个场景的照片肩并肩放在一起比较，这是场景1。结论是画面中心罗敦斯德优于富士，画面边缘富士优于罗敦斯德。这是场景2。
结论一致。场景3，结论一致。场景4，结论一致。场景5，结论一致。场景6，结论一致。需要注意的是 Capture One 有个锐度衰减滑块，我们把它拉到200，会发现无论富士 GF30TS 还是罗登斯的 HR32，边角成像都变得锐利无比，甚至100%查看时难分高下。虽然这是通过锐化算法实现的，但依然有很高的实用性。富士系统用较低的预算就赶上了罗顿斯德加菲斯的画质，边缘像质甚至有所超越。缺点是富士焦段单一，广角只有 GF30TS 1:1轴镜头，而罗顿斯德提供了更全面的选择，除了这次登场的 HR32， 还有更广的 HR23， 以及同样优秀的 HR40、HR50、HR70、HR90SW， 为追求极致的摄影师提供了全套解决方案。所以你心动了没？